们进入到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哈。那最后一节还是要回归正传。既然是讲 operator， 好，不晓得 operator 的矩阵表示式，那是很麻烦的。那前面虽然讲过了哈，我这边来再帮各位再复习一遍哈，那认真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各种变化。我们来看这个matrix 的 representation， 这个很清楚的哈，就是说我在这边再重新讲一遍哈，就是说我的 V 空间它是有 n 维哦，我跳回去线性映射的这个是 m 维哈。那这个意思是告诉我说，我有一个线性映射，我现在来画图给各位看。那因为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如果说把它放在 linear operator 的话，很多的特性就表现不了。那后面我还有一节我讲那个传统的 OR gate 跟 NOT gate 它的那个矩阵表示式是长得什么样子，不理想怎么办？又有 reversible 的一个要求，我怎么把它变成是 reversible 的一个长相？那在可能到第6章才会来讲到这样，我们现在是第4章而已哈。先预告一下，那这里有一个什么呢 ？V1、V2 点点点，这是 Vn， 那这个是 W1、W2 点点点哈，到怎么样呢？到 Wm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它的矩阵表示式，怎么会写的那么简单、那么简洁呢？那么简洁哈。那这个要开始熟悉一下，就是说我的线性映射是从坐标系 B 到坐标系 D， 我把这个符号放大一遍给各位看，有没有？这是我在以前大学读那个课本是这么写，我就喜欢这么写。这是一个线性映射，它的定义域空间，这个是我们的定义域空间里面的什么呢？这是我的基底。那这个基底我们一般呢都把它叫什么？就叫做坐标系。那这是我的对应域，有没有？那这是我的什么样呢？我的基底，那它的坐标系是 D。好，所以我现在是从这个坐标系映射到这个坐标系来，这是我喜欢用的符号。那有些课本会写成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写成这样子，所以你们就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就特别注意一下就好了哈。好了，那这个式子就很明显，就是说，按照我前面讲过了，子弹打过去以后的话，我是要看什么？我是要看对面的那个线性组合，所以对面的坐标系是 D 嘛？那这个就变成矩阵表示式，没有矩阵表示式，所以中间的 D 这一个的话，打过去的 D 这一发子弹的子弹表示式长得怎么样？就是它的系数，就是这个的东西有没有？它等于是它的线性组合，有没有？总共是由打过去变成几维？变成 m 维嘛？变成 m 维，有没有看到哈？变成 m 维这样嘿。好，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哈，所以可以。那这个下标的一个写法，各位同学要开始认真注意它的变化哈，因为这个跟你们在写电脑程式的那个双 for 回圈的训练是有极大的关系。这样嘿哦，好，那这样没问题的呢，我就把前面的东西再做一遍啊。这个是第一个展开它的线性组合，那第二个到对面去的线性组合啊，这个第 n 个到对面的线性组合，我们看到，所以它变成怎样？它的维度大小就变成是 m 乘 n， 所以这个的下面的那个大小是 m 乘 n， 好，所以这个很明显，这谁的 dimension？dimension v 的 dimension， 倒过来喽，这个 dimension w 的有没有？要特别注意哦，特别注意嘿，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所以特别强调它的维度的变化，有没有？维度的变化也要注意喽。那如果说是一个 linear operator，又把这个跟这个呢都当同一个的话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发现它变成一个方阵所以平常我会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写说，这个怎么样呢？这个是由这个 B 来描述，两个同时描述这样嘿。那当然未来我们还有更多的那个空间结构出来嘿，一个矩阵表示式呢后面再说了哈，我们就按部就班把手上的资料先把它消化好。那比如说我就造了一两个小例子出来比如说我又回来玩西式的话，你看这个4个向量要熟悉咯。好，那好了，我就造一个 C2，这两个嘿，有没有？所以它的 basis 是这一个它是这一个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我故意这么造，那我就从一个 C4 映射到 C2的一个线性映射，把它造成是前面2个的相加，后面的2个相加，有没有？那找出它的一个坐标表示式，
那这个都是你自己要开始熟练的哈。这个我在打字的时候，我还是认真的打字，嘿，打进去有没有？它变成10，为什么？它变成10没问题啊，是前面2个相加啊，有没有？那这个就变成这个的线性组合，就变成这个线性组合，所以它的那个什么 column vector 就变这样子。好，那同样的道理，把这个也是一样映射过去，有没有？最后的结果得到这个结果，嘿，所以你看我已经找到前面2个 column 的，所以我已经找到它的2个 column， 有没有 ？column 1、column 2， 好，所以这个已经找到了，这个已经找到了，你看到第2个 column 已经找到了，嘿，那我就继续往下找，这个都不难哦，都不难，嘿，但是符号你要熟悉哈，因为很多同学比较不喜欢这些符号的一个变化，嘿，那再来第3个一样，就把这个后面2个相加，得到这个结果，嘿，那表现出来变这个式子，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结果，所以你可以要得到呢，你可以看到我这个4个里面呢，哦，这个我就得到这一个式子了，有没有？那一样，这个是等于01加起来等于0，好，这2个加起来等于01，所以呢，最后结果得到这个结果，啊，就这个结果，我们看到哦，我就得到第四个，嘿，所以这个都要很漂亮的去把它计算一下。那这样算完了以后呢，怎么样呢？我把第1个多出来，第2个多出来，第3个多出来，第4个多出来，所以就得到这个结果哦，有没有？就变成是一个2乘4的一个矩阵，它是4维映射到几维？映射到2维。那你又问我说，那干嘛要这个式子呢？我在前面一直强调，因为在上课的时候同学常常搞不清楚，所以我就不得不再跟各位诠释一遍哈。那这边就是重申一遍，这边是把刚刚的符号全部重申一遍。它重申一遍的话，这个式子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个式子的意思是说，我这个式子你可以看到，它竟然得到什么呢？我重新写一遍给你们看哈。那因为要让它整个讲义完整，所以我就写的啰里啰嗦。那上课的时候如果抄黑板的话，就更怎么样？更简单这样。那你发现这个式子什么意思？这个是原来的叫做 function computing， 就是我们的 mapping， 就是 linear mapping， 就是我这边叫什么？这叫做 function computing， 函数的计算。那算完以后呢，再求淡浊点的什么线性组合，再把它系数拉出来，就是它的矩阵表示式。这个不是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matrix， 直接是做矩阵的什么呢 ？computing 哦，那2个的计算模式是不一样的。记得这个很简单的数学公式，计算模式是不一样的，记得哈。那要 implement 硬体的时候呢，会完全不一样。用演算法去 implement 也会不一样。所以左边是什么？左边是线性映射的函数计算。好，那左边是函数计算，右边的话是用矩阵来计算，所以2个是不一样。可是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是相等，所以这个在我们做工程的时候，常常就会把 A 方案跟 B 方案相等的话，就用 B 方案来处理，因为 B 方案可能会越省钱或者品质越好。那什么证它呢？很简单，一样，我的起手式，好，拉回去，我的起手随便找一个向量，然后呢求它的线性组合，也就是说它在这个 D 坐标系里面的话，它的坐标分量表示是这一个，它是 n 维哦。然后呢，如果按照函数的运算，我就丢进去啦，丢进去有没有？那丢进去，按照这线性代数的线性映射条件，我就把系数拉出来啦，有没有？那拉出来以后呢，可是刚刚已经定义了一个什么东西呢？这个的话，刚刚已经定出它的打过去，这 V1、V2 到 Vn 的 n 发子弹打过去的那个线性映射的行为，我就把它拉出来，是这里有没有？它的线性映射的行为在这里，刚刚不是？那我现在用这个数学符号写，你可能就不适应了哈，你也不适应，那要慢慢适应哈，慢慢适应。那这个本身是可以交换的，所以把它交换了，有没有交换？那交换完了以后的话，交换完了以后就说，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怎么样？一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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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我就变成它的线性者这个的矩阵表示式，就是把它的系数当出来。当谁呢？这样结构你们可能不是很清楚哈，因为这个要了解一下。等于说，当 i 等于1的时候，
就是第一个分量 ，i 等于1的时候，第一个分量 ，i 等于2是第二个分量，到 i 等于 m 的时候呢 ，i 等于 m 的时候就怎么样呢？就第 m 个分量，第 m 个分量有没有？所以我就把它解构出来啦，解构喽，我就解构了嘿。所以第一个分量在这里，第二个分量在这里，这是第 m 个分量在这里，有没有？那好了，哎，这个式子就我们前面学过的东西了吗？就是等于是这个跟这个相乘，就得到这一个式子，有没有？这个跟这个相乘，就得到这个式子。那点点点，那这个式子跟这个相乘，就得到这个式子。那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就矩阵计算。哎，那这个式子不就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我们的这个式子啊，有没有？那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我们的什么坐标分量表示？哎，正出来了，那么简单，有没有？那中间你要很熟悉这些数学符号，这些数学符号没有什么太大困难点哦。好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开始回来可以看一看喽，来看一看哦，看看什么东西呢？比如说这个前面已经看过的问题，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线性映射，它是把某一个向量把它旋转西塔角，那请问你它的公式长什么样子？就是一个向量，就是说这是我的向量，这随便我的一个向量有没有？好，那我把它转西塔角，把它转西塔角有没有？转西塔角这样嘿。假设我的 x， 那这个变成 t， 那请问你这个公式长什么样子？长什么样子？有没有看到？那前面讲过了，按照高中的那个什么，高中的那个什么正弦公式、余弦公式，搞得昏天暗地，一定搞不出来。那既然我们知道说，我就想办法用刚刚的数学公式来推一遍就好了。所以我只要做几件事情。我做这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，我去分析这个的线性映射，有没有？再分析这个线性映射，也就是说，我去研究怎么样呢？我的 C， 现在我玩 R2 了 ，R2 跟 C2 是一样的哈。现在暂时不管它了嘿。所以我这个是我的0，这是我的1，有没有？那我要分析它的一个映射行为嘛？它的映射行为，我要分析这个 T 西塔这个0的映射行为嘿。那分析 T 西塔1的映射行为，这样嘿，好，所以呢，那1的话就这个数学式子带进去，那很明显，按照我们前面，我再画个图给各位看，有没有？那这个是我的什么样？这是我的，在我前面讲，我把它当做10000向量，如果同学有看过我前面的收播就知道，它转西塔角，所以它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 cosine 西塔 sin 西塔这样，嘿，好，所以变成这个式子，再把它表现出来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得到怎么样？我就得到我的第一个 column， 我的第一个 column， 我们看到，嘿，符号不见了哈，好，没关系，这是我的第一个 column。那再来的话，那再来我怎么样呢？我这打字是不是打错了？这边是1，嘿，乱打，这个打字是1的哈，好，再来的话呢，这个。好像快写不下去了，没关系，用同一个，不行，用这个颜色才行。嘿，你看这什么意思？这边就是我的1有没有？你让它旋转西塔角，那旋转西塔角其实就等于说就是2/π再加西塔角，就变这个公式，我们看到变这个公式。那按照我们三角函数的话，它就变成负 sin 西塔，它变成 cos 西塔。所以呢，没问题，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线性组合，所以这个得到我的2，所以我就把这个1把它塞进来，换一个颜色，这个把它塞进来，有没有？这个把它塞进来，我们看到，就 OK 了。那 OK 的话，相对就简单喽，相对简单的，有没有看出来？怎么简单法？我就把公式带进来啊，这个的正常的映射带这个公式进来啊。我把公式带进来啊，咻，那这个它怎么在它的这个在这个 B 空间的那个矩阵表示式，算一算得到这个结果，所以我就把公式拉回来喽。公式拉回来没有？就把这个第一个分量拉进来，这是我的第一个分量这是我的第二个分量因为它是什么呢？它是 R2 映射到 R2 有没有？
所以你可以看到哈，那 R2 里面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 x1、x2，啊，这随便的一个啊，这个是到这边来，所以我们的公式变成长个什么样子？做一个结论，随便一个向量在这里，啊，这个是我的 x1、x2，那把它映射成西塔角，它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就变成是 x1 cosine 西塔减去 x2 sin 西塔咻 x1 sin 西塔再加上 x2 的 cosine 西塔，我到底有没有打字打错？不管它了哈，反正原则上方法全部都没有错，所有打字都是我在打的哈。那我刚刚讲说，如果说你硬要从高中的数学，先去算它的角度有没有西塔角，这不是西塔角，这是某一个西塔 one，然后你要旋转西塔 two，那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这样，就变成是这个角就变成什么西塔 one 再加西塔 two 再加西塔。然后再利用那个什么相似三角形、什么三角形乱七八糟，怎么可能呢？什么正弦余弦公式怎么可能做得出来？你太厉害的那个几何能力，我也佩服你了哈。所以这个是正确的解法哈，正确的解法。那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说，整个的一个结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嘿，好，所以在这一章零零星星的讲了一大堆东西，有没有？关键就是告诉各位，就是说线性代数有太多东西。对我们的量子计算、量子空间有太大的帮忙。嘿，那我只是弄一个冰山的一角，把一些比较重要的在这一章先跟各位整理。那在下一章还要再整理一些部分，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呢，投入认真学习这样哈。好。